在山西大山里隐藏着一座不起眼的古寺，它虽然规模不大，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，可以与北京故宫、拉萨布达拉宫平起平坐。它藏在大山里1000多年不为人知，不仅躲过了历次灭佛运动，连寻访古建的梁思成、林徽因也与之错过。千余年来，它静静矗立在山村一隅，保留着最纯正的唐代风骨。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历史之门，走进这座千年唐构，感受时光在梁柱间留下的温度与故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就来到了南禅寺的门口。虽然它庙小，但是它的来头可不小。它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文物界占 C 位？它里边又藏着什么镇寺之宝呢？请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个明白。这就是南禅寺的正门口。现在呢，它是关着的，进不去，我们要通过旁门进去。这儿出了一个碑，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禅寺，是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的。上边写的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，所以这个文字呢还是有年代感的。它也就是1961年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它跟故宫还有拉萨的布达拉宫是一起的。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网络已经买票了啊，进去看看。直接能进了，好嘞，谢谢。好了，哇，这写的是山西省古建筑与彩树壁画保护研究院南禅寺保护利用部。这儿出了一个牌儿，传承历史遗存，弘扬中华文化。这是南禅寺的一个航拍图。从这儿呢，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南禅寺的布局。坐北朝南，南北长是60米，东西宽51米。寺院分东西两院及后院，有殿宇5座。主殿大佛殿是唐代的建筑，西配殿、龙王殿建于明代，山门观音殿、东配殿的菩萨殿建于清代，东院的阎王殿是明代的建筑。我们通过航拍无人机也可以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南禅寺游玩？虽然它不大，哇，这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。南禅寺的主殿大佛殿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，它外观古朴秀美，虽然规模不大，却处处体现着唐代匠人的智慧。大殿面宽约11.6米，进深约9.9米。建在方正的石台上边，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。屋顶采用单檐歇山式，铺着灰色铜瓦，造型舒展。殿内空间开阔，没有天花板和内柱，全部由12根檐柱和精炼的梁架支撑。墙体不沉重，仅做隔断。这种墙倒屋不塌的结构，正是中国古建筑智慧的典型代表。那咱们到这里啊，就看到了咱们最古老的柱子了，抹龙方柱。那树是圆的，先给它方方正正砍成以后，把这个直角栏还抹圆，所以叫抹龙方柱。那过去啊，全靠木匠手工做这个柱子，它做起来非常的费工费时。到了唐中晚期以后，就不用抹龙方柱了，全改用圆柱子。因为树本来是圆的，做圆柱子这个工艺就简单，做抹龙方柱啊，这个工艺要复杂。所以咱们抹龙方柱啊，就是唐早期或更早以前的柱子了，它是串建时的遗物了。但是啊，咱们这座大殿它创建年代不详，不知道多会儿创建的。那就是根据大殿有个墨书记载，是唐德宗建中3年，就公元782年是重建的这个大殿，重修的。所以说，咱们抹龙方柱啊，就是唐早期或更早以前柱子，就唐德宗重建大殿的时候，他又用了以前留下的柱子了。因为到了他那个时期以后，后来就是圆柱子了。那总共有3根，这2个斗拱底下有2根，全放在这边了，剩下的9根就是圆柱子了，就是它不是一个时期的，那咱们看到这个呢，是明代的阎王殿，它也是个悬山顶。那这个悬山顶没有悬鱼，也没有惹草，就更加的简朴了。是民居来的是吧？这是咱们民间的，民间建的，它叫阎王殿，它是明代的。咱们
咱们佛台上现存彩塑有14尊，全部都是唐代彩塑。中心人物是释迦牟尼佛，身披袈裟，结跏趺坐在一个八角虚拟座上。佛祖右手是一个禅宗莲花印，左手扶着膝盖向下是个触地印，也叫降魔印。佛祖身后有个高大精美漂亮的，这个是背光，背光上呢雕刻着很多精美的图案，有莲花菩萨飞天。释迦牟尼佛祖头顶正上方也有一个人物是金翅大鹏鸟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祖的护法。佛祖两侧是二弟子，佛祖右手边是弟子阿难，佛祖左手边是弟子迦摄。阿难、迦摄两位弟子挨过来是两尊胁侍菩萨，胁侍菩萨和菩萨再往前是两尊高大齐坐骑的菩萨，其青狮的是文殊菩萨，其白象的是普贤菩萨。离咱们最近的高大威猛的这两位是护法天王。二天王呢都身着铠甲，脚踏战靴，腰间束腰带，但是面部表情截然不同。咱们左边天王头戴头盔，面部白皙，英武俊秀。就说左边天下寺院，咱们这种天王造像是独一无二的，他是面含微笑的天王，就好像看着您和您微笑一样，非常和善亲民。咱们右边天王和后代寺院中的天王护法比较像，头顶束高髻，戴花冠，面色赤红，双眉紧锁，怒目圆睁，威严无比，表情是看起来严肃威严的表情。两位天王的表情截然不同，但站姿相同，都是一个随意丁字步站姿，姿态呢是非常轻松自如的，自信满满的，这就是咱们唐代特有的天王造像。那咱们再看小的人物，普贤菩萨的坐骑白象旁边有一位牵线人叫昆仑奴，他是罗旋纹卷发，棕褐色皮肤，他是从西域过来的人，就非洲黑人，可以说是唐代中期和早期一个典型昆仑奴造像代表。还有更小的人物是释迦牟尼佛祖八角虚拟座上抬虚拟座的力士。咱们看到力士的表情和动作塑造的惟妙惟肖，肌肉发达健硕。两位力士中间有个探出头来的是八部天龙。大家看这里边前面有两个莲叶，上边呢之前呢也是有2个神像的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有强盗来把这2尊佛像给偷走了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将为你讲述南禅寺经历的劫难。1999年11月24日夜，3名悍匪闯入中国最古老的唐代木构建筑南禅寺，他们捆绑文保员，割断电话线，随后砸开佛坛，对殿内珍贵的唐代塑像进行了疯狂的盗掠。佛像胸口被挖开，文殊菩萨后背被掏空，2尊精美的司供娃供养菩萨被直接锯断带走，石铜塑像也被从脚跟处扳断后劫走。然而南禅寺的厄运并未结束。2011年，寺内3座小石狮子不翼而飞。2012年，殿内佛塔再度被盗。这些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国之瑰宝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只留下满目疮痍与无尽的遗憾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将告诉你梁思成与林徽因为什么没有发现南禅寺呢？梁思成与林徽因在1937年7月初发现佛光寺后，原本计划继续考察，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战火迅速蔓延。他们在7月8日确认佛光寺为唐代建筑后，因北平形势危机，不得不立即中断考察，匆忙撤离山西。这一突如其来的战事使他们失去了发现更多古建的机会。此外，在考察线路上也存在着一点机缘巧合。当他们抵达五台山附近的岔路口时，选择了直行前往佛光寺，而并未左转前往南禅寺的方向。这个无意间的选择也让南禅寺与他们擦肩而过。那么南禅寺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因为南禅寺规模较小，仅3000多平米，且其配套建筑都是明清所建，它在历史上一直未被重视，默默无闻地矗立在乡间。直到1953年，山西文物普查队才在这座不起眼的村庙里发现了2底一行清晰的唐代墨书题记，因旧名大唐建中3年，重建殿、法显等景致，是此殿重建年代的佐证，证实它建于公元782年，
比佛光寺还早75年。这座中国最古老的堂构就此走出尘封，从此一举成名。南禅寺为什么能保存至今？南禅寺能跨越千年保存至今，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。它躲过了唐代会昌灭法的劫难，因地处偏远，规模小，未被官方列入毁佛名单。其主殿建于灭佛前的782年，风波过后也未遭重建，原貌得以保留。寺院建在高处，地基坚实，排水良好，减少了风雨的侵蚀。木结构本身抗震性好，历经多次地震依然稳固。历代村民的自觉维护，以及195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，遵循恢复唐制的科学修缮，共同守护了这座最古老的唐代木构殿堂。广东的朋友，广东哪里过来的？广州。广州，哎呦，那你们远真的最难了啊，太远了。所以你们河北应该早点过来嘛，这么近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看的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木结构建筑。下一步呢，带大家去佛光寺看一下。